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1号，在这边祝各位多头跟空头的家人朋友们五一节快乐。今天视频来讨论一下昨天提到的一个观点，也就是我们 15K 或者是去年2万下方抄底的比特币，未来的话上涨到波浪趋势指标高点，有可能达到100的一个位置，到时候看要不要卖出比特币。那或者今天也来聊一下我们怎么利用这一个高丝线，它比如说这个通道泛绿的时候，未来有可能会不会涨个600天左右，到时候时间的这个节点有可能后面要相对谨慎一点。以及昨天比特币是涨到3万美金，但是现在走了一个冲高回落，目前到底是在干嘛？等下再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微科夫形态，有可能目前主力也是在测试上方的供应就类似这一张微科夫积累的形态，有可能目前是这个区间 SOS 强势信号早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前面在2万的时候测了一次最后支撑点，那现在的一个支撑就是已经讲了一段时间，就是这一条线，类似目前的这一条线，这一条黄色的线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盘面，就这段时间是连续冲高回落，冲高回落。那昨天是有提到一点，也就是周线里面整个的图形讲了有一段时间，感觉是有一个上升楔形，就怕它冲高有可能整个区间都是在震荡，它这样子整理有可能会把整个通道化解成一个上升的一个走势，然后整理到位以后，看到时候会不会往上去突破。主要目前还有一点我们细心观察一下，就是比特币一个高点2个高点过的时候，这边的柱状是比上一次的这个柱状是要缩小的一个结构，然后这边再过高，就这个柱状明显是已经有2重背离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柱状是比这个柱状要低，然后这个再过高，这个柱状是有比上一次的这个柱状要低，所以周线里面 MACD 指标已经是连续放了37个，有涨的情况下是不能再追。虽然目前仓位是满仓的结构，但是也是准备看，如果真的还有压回的低点，到时候看要不要再开一些避本位。然后我们再聊一下这个高斯通道，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历史上高斯通道目前5天的这个通道是还没有转绿，但是4天的通道目前是已经转绿了。不过我们先看这一个5天的通道，应该也是快了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历史上19年的这个位置高斯通道，它转绿的位置一般时间会比较滞后就是你等到通道转绿的位置，有可能价格是已经涨了一大波。所以去年的时候，希望朋友们去抄底，其实也是利用很多抄底的指标，包括昨天也是跟大家讲到那一个波浪趋势指标，也是有一些参考的知识点，非常的准那我的观点是，反正现在高斯价格是在高斯通道这一个上轨的上方，有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它如果转绿，我们去参考，比如说19年这个位置通道转绿以后，虽然是有一个黑天鹅事件，如果没有黑天鹅事件，我应该是从这边开始可能都要进行一个这个位置的上涨。所以这里面的时间，它后面是通道转绿以后，如果它还有整理有压回的低点，尽量要买19年的这个位置是因为它这一波涨幅是相对有点高，是超过200%。那现在这一次我个人观点是，如果真的还有压回这一个上轨道的位置，目前价格就是在2万5附近，我个人观点有压回，如果还想买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买。然后我们看一下15年比特币，它在这个位置高丝线通道这边起来之后，它也是有压回过这个高丝线通道，也是一次很重要的买点。后面从这个位置开始转绿以后，就是这边有继续攻，但是它也是会有压回，所以压回的点位只要通道如果是转绿的情况下，也是很重要的买点。后面它持续的时间是整波牛市是进行了700多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从这个转绿的位置开始计算到这个顶部的高位是700多天，所以19年是600多天，然后15年是700多天。那我们再观察一下，比如说12年这个位置有可能时间会持续至少500天以上。那我们取这历史上
大约10年的一个经验，比如说12年是500天，然后15年是700天，19年是接近600天，我们就取一个中间值500多天，有没有可能在24年年底，到时候如果真的比特币涨到高位的时候，有可能后续要折射一点，或者是这个位置我按600天来计算，因为昨天是跟大家讲的空间，那这个时间我们就以这个高斯天通道转绿的后面延续的时间，有没有可能600天会在2025年的1月初，或者是24年的年底，到时候要尽量小心一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微科夫积累的形态，就是去年整波底部从这个位置，也就是22年的5月份，这边有可能就是首度遇到支撑，然后来到这一个20K 或者20K 下方18000、19000的这个位置，它是进行到一个抛售的高潮，然后后面这边是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弹，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不断的在2次测试或3次测试这一个最低点，但是遇到一个黑天鹅事件，有可能坏一点的主力，它会利用这种整理到位以后，筹码 C 的够充分，它只要略微带一点量的一个下杀，就会把很多散户的筹码杀出来。杀出来完以后，它这边是重新积累积累完，那现在几波强势的拉升，这个 LPS 就是一个最后支撑点，压到这个位置，它主要就是在测试当时这边 FTX 交易所崩盘的时候，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其实目前的形态，我个人观点有可能就是上方是还有供应因为不管是这个区间或者是 48K 高点下来一路，这里面每一根 K 线肯定是有一些多方或者是散户或者是机构有买的，没有在这个低点全部给出清，所以目前来到这个位置，它有可能也是在对下方的一些获利的筹码，或者是让一些不坚定的多方分子给它洗下车。还有一点就是上方可能有一些买的，在这个底部位置，我相信有些现货的仓位不一定会在这种位置就卖掉，有可能就是上方还是会继续测试这个供应，看会不会继续震荡一段时间，然后到时候看比特币有没有可能往上去突破。另外我们再来聊一下日线，日线其实也是反映了一点，这个区间压力是短线的一个压力，它不是整个长线的一个压力。长线的压力其实现在没有什么压力，长线基本上都是在看支撑。有些朋友也是在问，那上方的压力是在哪里？所以我是跟大家讲，它这一个29K 至 28.8K 就是这个长达3到4年这个区间，它不一定会一次过，但是上面的压力其实相对是不算是很重，因为如果能在这个位置积累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相信上方不坚定的那一些多方应该是筹码早就在这下方的位置被洗出去了，它是需要在这边测试一下，还有拉了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也是需要在这边就是不断的上冲下洗主力不一定会一次过这个 29K， 观点还是一样，这一次过它是算一次过嘛，然后又上去又算是一次过嘛，所以也不一定，有可能目前还是在区间之内，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 New 2。